这个名为 M1 Ultra 的晶片并不是新产品，它由两个苹果此前推出的 M1 Max 晶片拼接在一起，以提供更强的效能。M1 Max 已被用在高端的 MacBook Pro 笔记本中。M1 Ultra 最大的技术进步在于晶片拼接科技，而对于正在复兴中的晶片巨头英特尔来说，这一创新可能是个坏消息。苹果给这种晶片拼接科技起了个时髦的内部名称 Ultra Fusion， 但分析师认为，这种技术非常依赖来自台积电的底层晶片制造技术。台积电是苹果长期的制造合作伙伴，帮助苹果生产作为 iPhone、iPad 和 Mac 电脑核心的晶片。分析师认为，苹果是台积电新制造技术的首个客户，这可能有助于台积电提升基于这种技术的产能，并进一步优化工艺，最终利用新工艺为其他客户，例如 AMD 和英伟达提供服务。这两家公司都还没有宣布使用该科技的计划。另一方面，英特尔也将其复兴计划压注在先进的晶片制造技术上。苹果的 Ultra Fusion 属于先进封装技术的一种。台积电和英特尔等公司利用这种技术，将多个晶片或晶片模块封装到单一的电晶体成品中。这方面科技已成为快速制造晶片，同时降低制造成本的关键。现时，这项科技被用于资料中心服务器和高端桌上型电脑的晶片，并在这些产品中提高了大型晶片的经济性。苹果 M1 Ultra 并不是台积电首次尝试先进封装技术，但未来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重要的科技子类别。对台积电来说，在苹果晶片产品中采取正确的做法，有助于推动其他设备制造商熟悉这项科技，因为苹果是台积电的旗舰客户，产品出货量很大。台积电拒绝就具体的晶片和客户发表评论，但表示封装技术对产品效能、功能和成本至关重要。在生产全球速度最快的处理器方面，英特尔的领先地位已被台积电等公司超过。因此，英特尔去年公布了复兴科技，开放自己的工厂为外部客户代工晶片。英特尔将这项业务称作英特尔晶片制造服务。然而现实，英特尔还不具备制造与台积电相同速度和能效晶片的科技。英特尔拒绝对本文置评。不过分析师认为，英特尔的先进封装技术与台积电相比具有竞争力。例如，英特尔已经利用其晶片拼接科技，吸引了亚马逊、AWS 等客户。AWS 表示，将使用英特尔的服务来生产用于 AWS 资料中心服务器的定制化晶片。英特尔的旗舰科技指出 ，EMIB 嵌入式多核心互联桥接，使用桥接科技来连接晶片组件。分析师认为，苹果正在使用的台积电科技及集成删除式本地硅互联，也是通过桥接管道来连接两个晶片。相比于使用大型硅片将所有晶片组件集成在一起，这两种新技术更具成本优势。可以肯定的是，英特尔和台积电的桥接科技有很多不同之处，并且各自也做了许多权衡。台积电的科技相比于英特尔技术支援晶片之间的更多连接，这对于快速传输大量数据很重要。但英特尔的方法在生产上更简单。作为 M1 系列 Mac 电脑晶片的第四代， M1 Ultra 成为了苹果电脑晶片的终极武器。苹果通过一个三步走的策略，几近完成 Mac 2年换新的大计，而且几乎每次都在干翻自己，也几乎每次都在叫晶片同行做事。1141颗电晶体，20核 CPU， 最高64核 GPU， 32核神经网络引擎， 2.5TB 每秒资料传输速率， 800GB 每秒记忆体频宽，最高 128GB 统一记忆体。这些堪称恐怖的规格，全部集聚于一块至尊版电脑晶片上。至此，
苹果在 M1 系列电脑晶片棋局上的落子得以清晰而完整的展现。好马配好鞍 ，M1 Ultra 晶片被搭载于单台3万元起售的桌上型电脑主机 Mac Studio 上，号称比最快的 iMac 效能最高提升 3.4 倍，比顶配 Mac Pro 性能提升 80%。这是苹果继早前圆柱形垃圾桶式外形、长方形主机壳式外形后，对专业级案头主机形态的又一次尝试。虽然外形第一眼看起来像一个加厚版的 Mac mini， 但其内里从结构到配置则完全不同。M1 Ultra 就是苹果 M1 系列的最后一颗晶片，不会有第5颗了。而且从一开始，苹果就有清晰计划，要分为3个阶段来将 M1 用到 Mac 产品。第一阶段，进入到普及性的 Mac， 包括 MacBook Air、Mac mini 乃至入门版 MacBook Pro。第二阶段，来到更高阶的 MacBook Pro。第三阶段，进入专业级桌上型电脑主机，将案头电脑效能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M1 Ultra 采用台积电5纳米工艺，由2块 M1 Max 晶片拼接而成，这样的组合使得其电晶体数量达到1141颗，这也是苹果自研晶片的电晶体数量首次突破1001颗。该晶片的各项硬体名额也翻番，20核 CPU 包含16个高性能核心，4个高能效核心 ，GPU 核心数量增至64核。32核神经网络引擎能够带来每秒22万亿次的运算能力，统一记忆体最高规格达到 128GB， 记忆体频宽提升至 800GB 每秒，达到最新型号台式 PC 晶片的10倍以上。同时 M1 Ultra 最高支持 8TB 的 SSD 固态硬碟存储，尤其是多 die multi-die GPU 配置可以说是做了大胆而惊人的设计。这里的核心难度在于高端部件通常消耗的内部频宽过高，超过 1TB 每秒，致使将它们连接起来在科技上很难实现。像之前 Mac Pro 中用的传统多 GPU 系统，每个 GPU 都是独立的，因为频宽不够，多个 GPU 难以在单个图形任务上进行有效的协同。但如果能通过某种管道将多个 GPU 借助 Die-to-Die 科技连接起来，就可能在一个任务中同时使用它们。在介绍 M1 Ultra 前，苹果高管也就2块晶片粘在一起的难点卖了个关子。他说直接采用2块晶片来新增晶片核心面积的管道很常见，但以前这种做法会新增功耗，拖慢传输速率，给开发者新增负担。那么苹果怎么做呢？今天，苹果揭晓了其秘密武器-Ultra Fusion。在对 M1 Ultra 做规划时，苹果考虑到对统一记忆体的扩充，重点思考了延迟、频宽、功耗和效能等名额，选择采用了融合拼接的管道，并与合作伙伴、晶片代工制造方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合作，来实现 Ultra Fusion 科技的应用。这里涉及复杂的科技难关，比如为了做到统一的架构，上面和下面的晶片延迟需相同， CPU 看到的必须是一致的。苹果要求其延迟不要超过一般的延迟，对效能的影响不到 10%。这意味着 M1 Ultra 晶片虽然是2个晶片的组合体，但在工作时会表现出一枚晶片的整体性，被所有软件识别为一枚完整晶片，开发者无需重写程式码就能直接运用它的强大效能，可以说史无前例。总而言之，借助 Ultra Fusion 架构，苹果成为第一家将2个 GPU 拼在一起，而且实现 2.5TB 每秒超高传输速率的晶片供应商。苹果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背后其实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第一目的实用主义原则在做指导。比如他们把这个粘接融合多个晶片的 Ultra Fusion 架构没有当做一个标准界面，
只是他们为了实现 M1 Ultra 效能功耗目标的一个工具，而如果后面遇到更大的挑战，说不定还有整出怎样更脑洞大开的工具。除了这些以外， M1 Ultra 内还集成了多种定制的苹果科技，如能够同时驱动多台外接显示器的显示引擎、雷电4控制器集成，同类最佳的安全技术，包括苹果最新的安全隔区，基于认证硬体的安全启动和运行时防漏洞利用科技。02效能实测 GPU 功耗远低于英伟达3090，苹果在特定电脑系统上进行了性能测试，大致可以反映 Mac Studio、Mac Pro 和 iMac 的性能对比。参与测试的 Mac Studio 系统配置为 M1 Ultra 晶片，128GB RAM、8TB 固态硬碟。Mac Pro 系统配备了 3.2 赫兹16核英特尔 Xeon W 处理器，192GB RAM、4TB 固态硬碟。27英寸 iMac 系统配备了 3.6 赫兹10核英特尔 Core i9 处理器，128GB RAM、8TB 固态硬碟。根据苹果提供的数据，在相同功耗下， M1 Ultra 处理多执行序任务的速度，比16核英特尔旗舰至强 i9-12900K 提升了 90%。实现同样效能时， M1 Ultra 的功耗比 12900K 少100瓦。这里需注意的是，在多执行序工作负载方面，苹果可以说一直都是顶级守擂者，但其在单执行序方面有点挤牙膏。高性能核心已经被英特尔新架构超越， GPU 方面尤其值得一提。苹果声称实现同样的效能， M1 Ultra 的功耗只有主流独立 GPU 的1/3，或比最强显卡英伟达 GeForce RTX 3090少200瓦。当然，考虑到苹果 M1 Ultra 采用的是台积电5纳米工艺，而英伟达3090采用的是三星 8nm 工艺，这里制造技术的升级贡献了一部分能效的提升。相比27英寸 iMac 中的 AMD Radeon Pro 5700 XT 独立显卡， M1 Ultra 的 GPU 性能提升高达 4.5 倍，甚至比起 Mac Pro 中的 AMD Radeon Pro W6900X， 性能提升幅度也达到了 80%。下图是苹果关于 8K 渲染速度提升情况的测试结果， M1 Ultra 的媒体处理引擎资源同样翻倍，其处理 ProRes 格式视频编解码任务的吞吐能力提升至史上最高，最多可同时播放18条 8K ProRes 422格式的视频流。如今，苹果已经在几乎所有的 Mac 产品线中全面应用了其自研晶片。今天苹果的推出 M1 Ultra 晶片，虽说与此前盛传的 M2 晶片不符，但其直接将两块 GPU 连在一起的设计思路，乍一看有些出乎意料，但细想其实是非常合理的进化方向。决心在自研电脑晶片上一往无前后，苹果每一次推出的 M1 系列晶片新品类都是各种先进科技的集大成者，并且每一次都创造了一个新的晶片设计高地。谁能想到当初惊艳登场的 M1 晶片，如今竟成了 M1 系列中最低配的存在呢？在单个晶片触达实际尺寸极限后，苹果开始走堆料路线，并通过创新架构将多个晶片封在一起，实现更强悍的效能效果。理论上，3个乃至更多晶片的组合也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据了解，苹果暂无这么做的兴趣。